哎呀，下礼拜要上台发表的简报，我拖到现在，连一个字都还没写，完蛋了！我可不想在老板、上司和同事面前丢脸啊！可是只剩下3天，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情况很熟悉呢？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拖延症，而我自己就是一个超级严重的拖延症重度患者。有些事情我甚至可以一拖再拖，拖上好几年。重度患者通常是用来形容病情非常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病人。这里当然是一种比较夸张的用法。我试过很多方法想克服拖延症，但大部分都失败了。不过幸好，其中有3个方法，我觉得对我非常有效。我就是靠着这3个方法，在期限内完成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你猜我是怎么做到的呢？等一下告诉你。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我以前一直以为人会拖延一定是因为懒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完美主义才是拖延症的最大元凶。如果你看过这个频道的第1支影片，一定会觉得那支影片的背景很假，甚至有点好笑。但是你知道吗？当初我光是研究怎么更换影片的背景，就花了整整1个星期。为了让第1支影片达到我心中的标准，我研究背景和软体就花了1个多星期，录影片又花了1个星期。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讲不好，只好不停地重录。后来剪辑影片又花了1个多星期，结果我居然花了将近1个月，才终于完成并上传第1支影片，比我原本预计的速度慢太多了。如果不是完美主义在作祟，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呢？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那要怎么减少完美主义的干扰，降低拖延的几率呢？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If you don't know me yet, I've been teaching Mandarin for over 15 years. I'm also a serious language learner, and I've reached an advanced level in 2 foreign languages. My goal is to help you become fluent in Mandarin. Welcome to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to improve your business Chinese.Now, let's get back to immersion. 我试过很多方法，比如很有名的番茄钟工作法，也就是每次工作25分钟，
就休息5分钟。但是我常常直接把设定好的番茄钟关掉，然后继续工作。所以这个方法对我来说完全没用。后来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对我来说很有效的办法，我把它称为公诸于世。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把某件事情公开告诉大家。其实早在2021年，我就想建立自己的中文学习 YouTube 频道了。Making Sense of Chinese 这个名字也是那个时候想好的。可是我替自己找了各种理由，就这样拖延了整整3年。一直到2024年，录影设备终于都准备好了，我才觉得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我替自己设定了一个日期，而且故意告诉了好几个朋友，我一定会在那一天上传第1支影片。果然，因为不想在大家面前丢脸，即使我的第1支影片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品质，我还是硬着头皮把它上传了。如果当初我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公诸于世，那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有这个频道吧。除了完美主义以外，我觉得不够自律也是形成拖延症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有一个很糟糕的坏习惯，那就是不太会管理时间，常常临时抱佛脚。这是一个母语者很常用的成语，用来形容平常不准备，等到最后一刻才匆匆忙忙地处理事情。例如，平常不读书，考试前1天才熬夜读书的学生，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在临时抱佛脚。再加上后来我开始自己创业当老板，少了上司的督促，自律就变得更困难了。为了强迫自己自律，在期限内完成工作，我用了第2个方法，一言为定。而且这个方法甚至比第1个方法更有效。一言为定就是做出承诺之后就不再改变，坚守承诺的意思。比如说，我曾经向你们承诺会在今年1月底推出 EFP 会员，提供必要的中文学习资源，帮大家节省学习时间。这个承诺对我来说非常有效。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疯狂的工作，甚至过着像隐居一样的生活，完全没有跟亲朋好友联络。最后，我真的兑现了承诺，也成功克服了拖延症。我在影片一开始说过，在我试过的很多方法里，有3个方法特别有效。那第3个方法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全神贯注。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非常专心，
把全部的精神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自从智慧型手机普及以后，让人分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你是不是也常常被手机的通知打断你的工作呢？为了提升工作效率，降低拖延的几率，我把手机上大部分的通知都关掉了。我的手机甚至没有行动网路，所以我只能用 WiFi 上网。有时候我还会故意去没有 WiFi 的地方，在完全离线的环境下工作。我发现暂时与世隔绝、全神贯注的工作，真的可以大幅提升工作效率。这样一来，工作做不完，一直拖延的几率自然而然就降低了。我就是靠着这3个方法，公诸于世、一言为定以及全神贯注，帮助自己克服拖延症。我知道今天这堂课的内容比较难，而且出现了不少你可能还不太熟悉的成语，但这些表达方式都是中文母语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如果你想节省学习时间，让自己进步的速度更快，欢迎你加入我的 EFP 会员。If you'd like to review more easily, you can find the lessons supporting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Mandarin transcript with pinyin and 注音, a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more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And if you enjoyed learning with me, there's a full playlist of related lessons waiting for you right here. Keep going,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lesson.